訓犬師被眼前這一幕震得頭皮發麻。너무 더럽다。更離譜的是，主人還喜歡用嘴給他進行愛的投餵，如此炸裂的情景簡直把觀眾 CPU 都乾燒了。對於一隻30多斤重、快胖成豬的柴犬來說，主人每天給他餵50多次零食是家常便飯。這下就連脾氣溫和的訓犬師都忍不住對他貼臉開大了。 보호자님이 미안해요. 이기적이에요. 보호자님이 살기 위해서 얘를 이렇게 망치는 것 같은 느낌이 좀 듭니다. 原來這是一隻4歲的雄性柴犬，名叫普普。鏡頭下，他正對着角落裡的攝像頭瘋狂咆哮。雖然男主人嘴上不斷安慰着他，但他漆黑的眼眸中仍充滿着不安。當夫妻倆離開家裡後，他慢悠悠地走到門口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緊接着，他仰天長嘯，似乎在呼喚着什麼。柴犬本就是像貓一樣性格獨立的犬種，即便沒有主人在身邊，它也可以自娛自樂。但沒想到普普卻成為了柴犬中的異類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他不緊不慢地走到了陽台，剛剛新鮮落地的便便轉頭就被他吃掉了，而且地上剛排出的液體也被回收了。如此極限操作讓眾人有種大腦褶皺被撫平的感覺。江訓稱，大部分柴犬都是很愛乾淨的，因為身邊有排泄物會加重他的焦慮，所以他才會想方設法清理掉這些障礙。雖然女主人每天會帶他出門散步1、2次，但這對普普來說是遠遠不夠的。江訓建議這隻肥柴應該每天6、4次，哪怕每次外出時間很短也沒關係。等柴師傅完成廢物回收後，就又來到了門口趴下，直到夫妻倆回來，他才洋溢出笑容。眼尖的女主人很快就發現了陽台的排泄物，她趕緊用紙巾給愛犬進行局部清潔，緊接着就來到了一人一狗的高光時刻。只見女主人滿臉愛意地用嘴把西瓜遞給他吃，如此王子級別的待遇絕對是狗界天花板了。但就算身為王子，他也有自己的小脾氣。每次散步前，他就習慣性的躲貓貓，家裡各種角落都會是他逃避出門的避難所。身為一隻愛狗，他對散步沒有任何好感，一旦女主人伸手，他就會全力去反抗。難怪他要穿戴好防護手套才敢靠近他。女主人稱，普普從小就很喜歡啃咬東西，撕裂的衣服下是皮膚被劃出的道道血痕，夫妻倆掛彩受傷更是家常便飯的事。據他回憶，為了慶祝普普1歲生日，他和朋友帶他出門了，而為了給狗拍出美照，他就解開了牽引繩，但誰知想套回去時卻突然遭到了猛攻，他和朋友當時就被送進了急診室。大家沒想到看起來人畜無害的他竟有如此殘暴的一面。不過不知道他從哪裡學到的打一巴掌給個甜棗的招式。外出坐車時，他又會像毛絨玩具一樣乖巧。春夏秋冬車裡總會有顆狗頭伸出窗外，對女主人來說，這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呢？但江訓卻表示這是違法行為，並不推薦。해주면행복하시죠？마음이 좀 불편하세요？ 미안해요。 有人說愛是感覺到常常虧欠，女主人正是因為太愛普普了，所以一旦做不到就會心生慚愧。她的雙腿如同墊腳石般讓柴犬看見了外面的世界。 생물학적으로 개라는 건 인정을 하시나요? 네. 그럼 이 친구의 지능 수준이나 감정 수준도 개라는 걸 인정하세요? 네, 한 3, 4살 수준이라고 들었던 것 같아요. 그래서 그렇군. 4歲的狗大概等同於人類35歲左右。如果你讓35歲的好大兒還坐在母親腿上，這成何體統啊？面對江訓的調侃，女主人老臉一紅，有些尷尬。然而更驚心動魄的時刻還在後面。為了接種疫苗，他們帶普普來到了醫院，針還沒打，柴師傅就被嚇尿了。夫妻倆感覺到狗狗似乎十分緊張，因為之前他就對戴嘴套非常反感，而且他還曾把主治醫生的手咬傷過，這導致很多手術不得不被取消。而且女主人在捂他嘴的時候也受到過攻擊，醫院這才定下普普看病必須戴嘴套的規定。雖然丈夫固定住了他，但妻子還是冷汗直流，因為屢次被咬讓夫妻倆都產生了心理陰影，所以他們就想出了讓他一邊喝奶一邊戴嘴套的招數。因為妻子過於緊張，柴師傅的眼睛被勒成了一條縫，這直接就讓他再度爆發了。當狗狗嫻熟地摘下嘴套後，他們徹底沒招了。江訓說，把狗放在沙發上，這本身就是個錯誤，這會讓他產生主人不是自己對手的錯覺。나는 얻을 수 있어. 아무렇게나 사랑을 얻을 수 있어요. 내가 화만 내도 팬밀크 가치가 없어요. 主人廉價的愛不能贏得狗狗的尊重，決絕的回應才是適合它的生存法則。最後他們還是用牛奶誘惑它，給它戴上了嘴套。30多斤重的它簡直比年豬還難對付，丈夫的臉漲成豬肝色也沒能降服它。醫生說，這大胖狗本來就比細狗難壓制，在3人面前它依舊敢齜出獠牙低聲嘶吼，這逆子簡直是要反了天了。最後醫生不管3七21，直接一針扎在他屁股上，最終在大家七手八腳之下才給他打完2針疫苗。普普除了是個大將種外，他還是個暴力破壞王。當天表弟一家來家裡開 party 時，柴師傅就成功捕捉到玩偶掛件並拆了下來。所有鑰匙掛件都沒想到自己竟迎來了末日，布做的玩偶竟被他啃出了骨頭箱。江訓見縫插針問為什麼不把它放進航空箱呢？女主人回答，因為放進去後它會大叫，
所以他不得不讓他在家裡自由活動。眼尖的柴師傅鼻子一聳就鎖定了桌上的骨頭，這讓家庭聚會瞬間變成了美食保衛戰。江迅稱這隻肥柴蹦起來偷骨頭的行為，像極了到朋友家做客卻亂翻東西的人。其實桌子上和人類手裡的食物，狗狗是不應該吃的，這是在他們血脈中約定俗成的禮儀。就像江迅說自己本來也不是會吃飯排隊的人，但為了兒子，他還是養成了這個習慣，因為他要教會兒子學會等待這堂課。這才是身為一名父親對孩子真正的愛。但是女主人的愛卻讓普普連打疫苗都費勁。江迅直言這都是他的溺愛造成的。如此刺耳的話讓女主人臉面有些掛不住。敏銳的男嘉賓趕緊轉移了話題，緩解尷尬。畫面一轉又來到了夫妻倆和柴犬的相處日常。只見女主人握着狗爪輕聲唱着歌謠為他哄睡，嘴裡不斷叨念着希望柴每天都能健康開心的話語。而他之所以這麼做，是因為這背後還有段令人動容的故事。妻子曾經有段日子非常難熬，度日如年。他每天昏昏欲睡，仿佛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。但因為當時普普才幾個月大，還需要照顧，他不得不堅強起來，每天帶他出去散步。寒來暑往，他的狀態一天比一天好。狗狗的陪伴讓他的生活越發的明亮。如果沒有普普的話，他可能還在陰暗裡獨行。對他來說，柴師傅就像從天而降的天使一樣。약간 공황장애도 있었고 책임감이 되게 없었는데 반려견이부터는 책임감이 좀 생긴 것 같아요. 你永遠無法想象寵物能給主人帶來多大的慰藉。對他而言，普普永遠是他心中的白月光。幸運的是，他在遛狗時還認識了同樣喜歡狗的丈夫。當他得知女主人的情況後，就申請了休假和他一起散步。女主人只是遛個狗，沒想到竟天降良緣。看來天使柴的含金量還在逐步上升。3年的婚姻讓女主人徹底走出了陰霾，兩人一狗的生活也越發的明媚。正因為如此，女主人對普普的愛才如此深厚。但朋友卻澆了盆冷水，說狗狗除了被愛什麼都不會。無組織無紀律的他活脫脫像個三無產品，甚至連最基本的餵狗之道他都不懂。女主人也坦言，如果愛狗方面他能拿10分的話，那麼在教育方面他只能拿1分。在養狗方面他確實偏科太嚴重了。雖然有時候敏感的普普會咬傷女主人，但他覺得其實狗狗心中也是很難過的。這如此自信的言論又讓現場一片嘩然。여기를 핥아주더라고요. 그래서 저는 미안하다는 표현을 해준 것 같아요. 江迅問到，如果減少對普普的關愛，女主人的恐慌症是否會嚴重？他表示自己目前實在做不到不管不顧狗狗，如果不對他好，自己甚至會心痛到難以呼吸。因為曾經女主人有那麼一段痛苦的日子，是普普陪他一路走出了陰霾，所以現在即便他知道自己的問題，也暫時沒法改變。或許這就是心中白月光的威力所在吧。但是對於這是否叫愛，江迅有些為難。為他零食叫愛，而為了健康讓他減肥，就不是愛嗎？只是一味的縱容並不是愛的全部。一旦某天他不愛了，可能普普就要變身了。 이기적이에요. 보호자님이 살기 위해서 얘를 이렇게 망치는 것 같은 느낌이 좀 듭니다. 女嘉賓趁機也分享到最近看了本書，書中講母親越溺愛孩子就越脆弱，如果他能擺脫母親的愛，反倒會成長起來。有時候學會節制自己的愛也是一種修行。不過監護人的問題還遠不止如此，女主人一回家就先給狗子來了5個香吻，然後又拿出零食給他一個愛的投餵。夫妻倆進門前那偷摸的模樣如出一轍，看來女主人真是嫁給了自己的愛情。丈夫進門後同樣給了5個香吻，又進行了2次投餵。 저 집에 개로 태어나면 나쁘진 않을 것 같다. 妻子說，在給他刷完牙和散步後都會餵零食。鏡頭下，夫妻倆2天內就給他餵了104次零食。然而更令人震驚的還在後面。畫面中，上一秒男主人還在和他愉快的玩耍，下一秒普普就抱起抱枕在他旁邊騎跨。너무 더럽다. 其實在狗圈騎跨的行為是屢見不鮮的，有時候狗狗想支配對方就會這樣做。一般來說，他會先把下巴壓在對方肩膀上，如果他不臣服，就會進一步再騎跨。所以平時普普對主人的隨地大小騎就可以理解了。正是主人的過度寵愛才加劇了愛犬的墮落。江迅開玩笑說，如果把1號問題犬換到他家的話，那恐怕女主人的日子要比王寶釧挖野菜還要苦。當夫妻倆從演播室回來後，普普一如既往的熱情。鏡頭下，當他們離開後，柴師傅見抗議無果就睡着了。心寬體盤恐怕說的就是他吧。當江迅進門後，他就用鼻子不斷識別對方的信息，殊不知即將讓他跌落神壇的男人就在眼前。其實柴犬是很注重自己領地的，之所以他會在室內排泄，是因為他很混亂。普普很想保護這個家，卻不知道方法，所以他只能用吃掉便便這種最幼稚的方式。雖然女主人最在意的就是讓愛犬開心，但江迅卻給他澆了盆冷水。그럼 놔줘야죠. 江迅的話像一柄利刃般直插女主人的心頭。對狗狗良好的教育才是主人最好的報答。他跟女主人約法3章，要少餵少摸少看他。江迅覺得他們的關係更像一對雙胞胎，因為一人一狗實在太依賴彼此了，所以普普可能會認為丈夫才是他的監護人。如果妻子真的餵狗好，就應該好好考慮下江迅的話。如果沒有他如此執着的關愛，也許普普不會變成現在這樣。
江迅建議他們最好每天能帶普普散步4次，不過每次出門前套繩子環節是最令人頭疼的。於是江迅決定進行現場教學。當他拿着繩子靠近時，普普傲嬌地把頭扭了過去。他告訴妻子，現在只要站在那裡就好，像零食之類的東西現在完全用不上。而在柴師傅看來，對方就像個奪命狂徒般追着自己跑。沒一會兒，柴師傅就驚慌失措地趴在了尿墊上。他像套狗專業戶般輕鬆拿捏住了普普。這大胖柴哪還有之前囂張跋扈的模樣呢？接着妻子拿着繩子一言不發地站在他面前，看着如此反常的主人，狗子心裡有些發毛。就這句話我聽着都有些害怕，更別提狗了。柴師傅還沒反應過來就被套上了繩子，此時妻子就要化身女魔頭才能鎮住他。 저는 처음에 반신반의했거든요. 아, 이게 될까 했는데 되는 걸 보고 제가 더 노력을 하고 그래야 될 것 같아요. 他告訴夫妻倆以後散步要學會用繩子控制狗狗，至此對問題犬的訓練就告一段落了。1周後，節目組又回訪了這家人，他們想知道這隻肥柴和主人是否有變化。鏡頭下，夫妻倆和普普待在客廳，一片祥和的樣子。其實這1周，江迅估計女主人是最難熬的，因為有狗不摸也需要點定力才行。夫妻倆望向狗狗的眼神幾乎要拉絲了。 美食近在咫尺卻吃不到的感覺誰懂啊？不過好在妻子堅持了每天遛狗至少3次的要求，但是普普喜歡咬掛件那上不了台面的癖好依舊沒變。雖然妻子阻止了，但女嘉賓還是被他偷了家。柴師傅見一計不成，又把男嘉賓的鞋叼了進來，不知道是不是上面信息素太密集才讓他如此着迷的。妻子稱他這段時間也反思了自己，認識到了不足。接下來就是嘉賓對他們檢查作業的環節。普普見狀馬上躲進了航空箱不出來，妻子只能不斷搖晃箱子把他趕出來。 一人一狗在家裡上演了一出你追我趕的戲碼。江迅表示，普普不是不喜歡散步，而是不喜歡被套上繩子。出門如此困難，嘉賓都懷疑他是否做到每天散步3次了。這架勢像極了年會領導抓壯丁上台發言的情景。雖然套上了繩子，但面對嘴套，柴師傅依舊不給面子，這讓妻子老臉一紅，有些羞愧。沒想到自己剛誇下海口就露餡了，看來這方面還需要江迅指導才行。他到現場後並沒有馬上進屋，而是在門口站了片刻。 令人詫異的是，普普聞完他的味道就馬上跑回了航空箱。或許是之前這個惡人給他留下的記憶太深刻，那追命繩索的滋味到現在都記憶猶新。江迅稱，柴犬本就是性格比較獨立的狗狗，他很反感陌生人隨便靠近自己。在柴犬眼中，主人或許更像偶像，但他們卻偏偏討厭眼裡只有自己的偶像。相反，若主人能專注做自己的事，柴犬就會悄悄蹭過來，變成你的小迷弟。這時候，你若漫不經心地賞他一口零食， 他就會心滿意足地吃完，然後乖乖陪在你身邊。柴犬這犟種之名果然名不虛傳。當江迅剛掏出繩子時，普普的警戒信號瞬間拉滿，於是他就拿起椅子把角落堵死，讓他無路可退。無奈的狗狗只能被逼出來和他對峙，但很快他就洩氣了，躲進桌子下開始打哈欠。江迅稱，打哈欠其實是他為了緩解緊張而做的。接着他走到廚房給狗狗點緩衝時間，不過他的所有戰術似乎對眼前這個男人都沒用。無可奈何的狗子甚至都不敢齜牙，只能接受被套住的命運。 恭喜江迅今天獲得了傳奇套狗王的稱號，他沒用一兵一卒就成功摧毀了柴師傅的心理防線。一般套完繩子後不要摸他，但可以用夾子引逗他，然後等他熟悉一會兒就可以解開繩子。江迅如同馬戲團的馴獸師般用零食逗他。套繩子的秘訣就是慢慢的看準時機，從側面套上去。成功之後，主人可以給他零食，但還是不能撫摸他。接下來就到了練習佩戴嘴套的環節，她讓丈夫把零食放進嘴套，再呼喚普普過來。 但被騙怕了的柴師傅卻始終不理不睬，於是江迅改變策略，把零食扔到地上餵他，接着再把零食放進嘴套裡，讓他熟悉一下。雖然等他把嘴套拿起來時還是被識破了詭計，但在反覆進行幾次後，狗狗還是中招了。江迅稱，之前普普可能有被暴力戴嘴套的陰影，所以他要多訓練幾次才能消除負面記憶。以後只要按照以上幾個步驟，讓他逐漸脫敏，他就會慢慢接受嘴套，不再反抗了。夫妻倆在江迅的指導下，終於給普普輕鬆拿捏住了。 總而言之，柴師傅還是一隻本性不壞、容易相處的小狗。有時候柴犬的反抗是在表達我不喜歡，但是主人卻完全讀不懂他的心思。江迅要求妻子以後不能總去撫摸他，每天至少做5分鐘的戴嘴套練習。如果練習得好，就給他零食獎勵，多巴胺會告訴他什麼才是該做的事。今天的訓練讓妻子明白了，一味的給予愛是不夠的，正確的教育同樣是對狗狗愛的守護。神奇的是，普普曾經因壓力大而脫落的毛髮，竟然在訓練後又重新長出來了。 之後，他們又給節目組發了信息，說一切都在變好。看來，正確的認知遠比一味的溺愛要重要。其實，這期節目播完就引起了很多網友的熱議。我覺得的確有很多東西是值得討論的。我們總說愛是無私的，但女主人卻展現了愛最自私的一面。她將對過往救贖的感激全部轉化為對狗狗無節制的投餵與縱容。那不是狗的需要，而是人的情感投射。愛在此刻成了最華麗的囚籠。主人用零食築起高牆，用親吻封鎖邊界。
將一隻本該馳騁的柴犬變成了一個內心焦慮的囚徒。這何嘗不像某些親子關係和伴侶關係呢？我們以為傾盡所有了就是愛，但實際上卻是用溫柔的方式剝奪了對方成長、獨立甚至說不的權利。真正的愛不是將他變成你世界裡的唯一，而是幫助他在更廣闊的世界裡成為更好的自己。而且女主人在節目裡幾次掉眼淚，感到委屈。我想她的內心 OS 可能是我為她付出了所有，怎麼可能是我錯了呢？這種想法會讓她覺得改變就等同於自我否定。江旭那句你很自私，刺穿的正是這種自我感動的付出型人格。我們都在用自認為對的方式去愛，卻常常忽略了對方真正的需求。養狗是一種修煉，修煉的是如何愛一個無法用你的語言直接溝通的生命。它逼迫我們放下人類的傲慢，學習非語言的溝通，理解沉默的訴求。這場修行最終照見的，從來不是狗狗，而是我們自己。你們覺得呢？好了，我們下期節目見。